今天是我们在拉克索的第2天，本来一大早是打算去做他们的热气球的，但昨天下午3、4点钟的时候，收到那个预订网站的短信，说是整个拉克索的热气球都给取消掉了。然后完了，我们也跟我们的那个导游核实了一下，他说确实是，他也收到消息了，说所有拉克索的热气球项目都因为天气原因已经取消掉了。这么也好，我们正好是可以睡个大懒觉。一大早起来，在民宿旁边的一个餐厅吃了饭，然后就坐船过了尼罗河的对岸。今天的参观项目是 Luxor Temple 和 Karnak。这2个景点距离得很近，现在地图上那个小红点就是我们当时那个民宿所在的大约的位置。我们只要是过了尼罗河，然后完了就已经很靠近那个 Luxor Temple 了。之后完了，理论上我们是可以从 Luxor Temple 一直走到 Karnak 的。但是为了节省体力，我们还是决定就是说，除了在景点之内要走着看那些建筑物之外，在景点之间来回这样子穿梭的话，还是坐马车。他们这儿的物价非常便宜，像我们坐这个马车吧，我们从那个渡轮到 Luxor Temple 的门口，差不多花了4、5分钟时间，也就收了1块钱还是2块钱美金，我们反正也没有讲价。坐这个马车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可以沿途欣赏一些本地的风景啊之类的，然后也不会很累。Luxor Temple 和 Karnak Temple 是尼罗河东岸最值得看的2个大的景点。古埃及人他把祭奠死去的人或者神的场所规定在尼罗河的西岸，靠近山的那个地方。像我们昨天去看的那个 Valley of the Kings、Valley of the Queens， 还有那个Hatshepsut 的那个 Temple， 它都是祭奠那个死去的人或者神的。而在尼罗河的东岸呢，它是会把那些主要是为活人而设立的设施放在这儿。比如说今天看的这2个 temple， 它其实都是古埃及人为了活人而举行的一些仪式所设立的设施。比如说法老的一些加冕的仪式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庆祝活动，都是会在这个2个神庙举行。路克索神庙是大约公元前1400年左右开始兴建的，前后经历了好几个法老才建到大约现在的规模，然后当中也遭到了一些破坏。那个时候是古埃及的一个 New Kingdom 新王朝时期。现在补充一个小知识啊，就是古埃及它大致上分为3个王朝，一个是旧王朝Old Kingdom， 然后 Middle Kingdom 应该说是中王朝吧，还有个 New Kingdom 一个新王朝。然后旧王朝 Old Kingdom 是在大约公元前2700年到2200年， Middle Kingdom 在公元前2050年到1800年， New Kingdom 在公元前1550年到1075年。旧王朝也被称为金字塔王朝，在那个时候修建了很多金字塔。中王朝也被称作为一个 Golden Age， 金色的时代。在这个金色的时代，古埃及是比较稳定繁荣的。然后 New Kingdom 是被称为一个帝国时代。这个帝国时代是很多法老他是着力于创建他的一个大的一个帝国，然后会发动一些战争啊、征服啊之类的。然后在 Middle Kingdom 和 New Kingdom 之间，就是大约公元前1800年到公元前1550年之间呢，还有一个中间王朝。那个中间王朝就是埃及是处于一个4分5裂的状态，因为当时是有北方的一些游牧民族来入侵了，古埃及就被分裂成了好几个不同的一些领地，没有一个统一的王朝。参观埃及的一些古迹或者是他们的博物馆时，经常会看到他们说是这个东西是在新王朝或者是旧王朝所建的。这样子咱们如果知道了这个旧王朝和新王朝他们的大概的时间点之后，就心里会比较有数，就这个东西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建立的。在路克索神庙的门口，我们被一群叽叽喳喳的小朋友给围住了。他们是附近一个小城的学生，在学校的组织下到路克索来进行春游来了。
他们非常活泼大方，衣着也很整齐，一看就知道是当地的比较富裕的人家出来的小孩子。然后一个个争先恐后的和我们这几个外国人练习英语。卢克索神庙分成2个大的部分，一个部分是它的神庙的部分，另外一部分是它著名的Sphinx Avenue， 就是人面兽身的走道。卢克索神庙的神庙区分成2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拉姆西斯2世的王庭 Ramses II 的王庭，另外一个区是 Amenhotep III 的王庭。这些王庭的话，据考古学家考证，当时都是 open air 的，就是露天的王庭。我觉得也是因为就是这边沙漠地带不怎么下雨吧，就他们也没有必要建一个 rooftop 那样子。和他所经过的岁月相比，这个神庙大部分的地方凭良心说保存的还算是不错的。虽然就是有的地方它的那个石材是已经被后来一些人挪作他用了，一些柱子也是给破坏的不成形，但是这么几千年下来，经过各种其他文化的入侵，以及试图抹去古埃及文化的一些举动，能留存到现在这个状态，给我们这些后人来看，已经难能可贵了。其实 Avenue of Sphinx 在2021年11月份才对公众开放，在这之前，在19世纪末1893年的时候，有个法国的埃及学家叫 George Darcy 的，他发现了在Karnak 和这个Temple of Luxor 之间呢是有一条路的，但是他当时的报告说是那条路是在水位线以下，所以的话就是挖掘起来会非常危险，是有可能是会渗水，会导致这个古迹被破坏的，所以一直也没有大的动作。然后完了1940几年到1960几年之间，这20年之间，就陆续有其他的埃及学家发现了在这个 Luxor Temple 旁边有一些 Sphinx 的像，然后发现的越来越多，然后到2000年的时候就决定把这一条路重新恢复。然后从2000年到2021年就花了21年左右的时间吧，就终于是把这条路给挖出来，修复好了。2021年11月份它开张的时候还举行了一个很盛大的一个庆祝活动。从卢克索神庙的这个庙本身到加纳克神庙这一条Avenue of Sphinx 有大概2.7公里这么长，很多游客他是会愿意沿着这条路那么走过去的。其实如果我们体力好，然后时间也充裕的话，是完全可以这样子走一遭的。但是因为我们时间也紧，然后完了也确实是比较累了，就不想把宝贵的精力花在走这条路上，所以就匆匆的在这个地方拍了一些照，欣赏了一会儿之后，就出来又坐了马车，向加纳克神庙进发。那个时候已经有些晚了，完了我们就很着急的想赶紧赶到加纳克神庙去看一看，就跟那赶马车的解释了一下，让他快一点。然后他就非常勇敢的就带领我们朝小道，在一堆汽车当中逆行而上，完了就杀出一条血路，把我们很快的送到了加纳克神庙。必须给这位赶马车的师傅点个赞哈，因为不但让我们很快的到达了加纳克神庙，还体验了一次从未过的坐着马车在汽车当中逆行而上的经历。太奇怪的景象了，这个我们驾着马车逆行。